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在我前面的节目里，曾经向大家表示，我认为小说和奈飞的电视剧《三体》里运输云天明大脑的靠核爆推进的航天器的结构并不合理，并提出了我对这种航天器结构的一些设想。于是就有朋友问我，那后来小说里的太阳系舰队使用的核聚变辐射飞船应该长什么样呢？好，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聊聊我想象中的核聚变辐射飞船。不过，在进入话题之前，我还是要请大家先来了解小说里的两个概念，也就是公制推进和辐射推进。对于辐射推进可能还好点，我注意到很多朋友没有太搞明白公制推进，误认为现在的化学飞船、火箭就是公制推进的，而核动力的飞船、火箭就是辐射推进的。其实这是混淆了航天器推进能量来源和推进方式这两个概念。化学火箭固然是公制推进的，但核动力的航天器可以是公制推进的，也可以是辐射推进的。事实上，核动力公制推进的航天器的设计方案，早在上世纪的50年代就已经提出，美苏还分别搞出了不少实验样机进行测试，效果是不错的，只不过受限于其他的原因，最终没有能够形成实际应用。但他们研究的技术成果却得以保留。最近 NASA 搞的核热火箭就是核动力公制推进航天器的最新例证。其实，公制推进和辐射推进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航天推进技术。公制推进就是利用自身携带的物质作为公制，依靠反作用原理为航天器提供推力或者力矩的推进方式。这些航天器以加热气体或者加速有质量的粒子的方式向后喷射物质，依靠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使自身向前推进。在这里，用来向后喷射的气体或者粒子就被称为工作物质，简称就是公制。辐射推进也是利用了作用力与反作用原理，使自身向前推进，但这种推进方式不需要借助于有质量的工作物质。辐射推进使用的工作介质是没有静质量的光子。说到这儿，可能就会有朋友说，辐射推进不只可以用光啊，还可以用其他的电磁波。其实光也是一种电磁波，电磁波和光一样，也具有波粒二象性，而且我们在讨论电磁波的粒子性的时候，也用光子这个名称来表示电磁波粒子。所以为了方便起见，在我下面的叙述中，我就不再特别的强调电磁波了，统一用光来指代包括可见光在内的电磁波。辐射推进的优点是不需要携带大量的推进工质，在远距离的星际旅行时，这个优势就可以使航天器的质量做得比较小。但是辐射推进也有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它的推力非常低。让我们以太阳为例，太阳在近地轨道的辐射强度大约是340瓦每平方米。这样的辐射强度，如果被100%的反射，会产生4.54微牛顿的推力。就这么一点点推力，就能使卫星每天偏移200到300米。这就是太阳帆航天器的推进原理。为了方便大家进一步理解，让我再来举个例子。假想我们想使一艘质量是1吨的太阳帆飞船在1年之内速度达到光速的1%，这大约需要100牛顿的持续推力。按照上面提到的太阳辐射强度，即使不考虑太空中近乎于零的空间粒子带来的阻力，航天器太阳帆的面积大约也需要达到22平方公里。或者说，背面太阳帆如果是正方形的话，它的边长将达到4.7公里。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会明白，为什么奈飞的电视剧《三体》里运输云天明大脑的航天器要有那么大的太阳帆了。不过，我上的例子还是在假设受到太阳辐射强度不变的情况下。事实上，由于航天器越飞越远，受到的太阳辐射强度会越来越低，推力也就会越来越小，因此太阳帆不适合远离太阳的航行。总之，公制推进与辐射推进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公制推进需要航天器同时携带燃料和推进工质，而辐射推进的航天器只需要携带燃料就够了。这就是辐射推进最根本性的优点。另外，受到技术上的限制，
我们很难对大量的物质进行大幅度的加速。如果以加热工质再向后排出的方式，这种方式排气速度一般不会超过20公里每秒。即使以加速等离子体再向后排出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排气速度一般也不会超过200公里每秒。而使用辐射推进，排气速度就是光速，这将大大提高推进发动机的比冲，从而节省燃料。至于什么叫比冲，简单的说，比冲就是消耗单位质量的推进剂，维持单位推力所能够持续的时间。就比如消耗1公斤推进剂，使航天器维持1牛顿的推力的持续时间是100秒的话，那么它的比冲就是100秒。至于为什么排气速度越高，比冲就越高，关于这一点，我在我前面的节目要达到三体舰队的1%光速有多难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在这里就不再复述了。感兴趣的朋友有时间可以去那儿看一下。好了，我用了这么长的篇幅，希望已经把工质推进和辐射推进的概念向大家介绍清楚了。相信您在听了这些介绍之后，也一定会得出辐射推进更适合长途的星际旅行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在小说《三体》中，张北海不惜犯下重罪，也要力促辐射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由于前面提到的推力小的原因，即使使用辐射密度很高的刀穿核聚变的辐射源，依然需要很大的辐射反射面，才能够有效地推动航天器的加速。而且这个反射面必须设计得十分轻巧，这个反射面也经常被称为辐射帆。说到辐射帆，请大家看一下屏幕，屏幕上就是 NASA 提出的辐射帆的设想图。大家可以看到，当辐射帆的直径达到5米到100米，而且能够把辐射帆的质量控制在每平方米10克以下的时候，这时太阳帆航天器已经可以脱离黄道平面，对太阳的两极展开探测，也可以对近地的小行星展开探测了。而当辐射帆的直径达到500到800米，而且能把帆面的质量控制在每平方米1到2.5克的时候，也就是白色方块所标示的区域，这时候太阳帆航天器的能力已经达到了化学火箭所能达到的极限。装备这种太阳帆的航天器已经能够做太阳系探测器，对外太阳系展开探测，还可以对彗星执行采样返回的任务。当辐射帆的直径达到1公里以上，并且能把帆面的质量控制在每平方米0.1克以下，也就是绿色方块所标示的区域的时候，装备这种太阳帆的航天器已经可以去距离太阳1.5光年的奥尔特星云展开探测。此时，航天器已经不能再依靠太阳的辐射作为驱动，航天器必须有自己的辐射源。这时，航天器的能力已经达到了核动力火箭所能达到的极限。看来，在这点上 ，NASA 和张北海是有共识的。张北海大可不必做出那么激烈的举动。而当辐射帆的直径达到4公里，也就是黄色方块所表示的区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航天器去探测三体星了。当然，这样的航天器还是要依靠自己的辐射源驱动。而当辐射帆的直径达到1000公里的时候，也就是红色方块所表示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种航天器去探测距我们40光年以内的恒星系统了。看到这儿，大家是不是有点激动了？别着急，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还仅仅处于第一阶段。到目前为止，人们发射的太阳帆航天器仅有2010年日本的伊卡洛斯、2015年美国的光帆1号和2019年美国的光帆2号。看来摆在辐射帆面前的路还真的是很长。不过路虽然长，却并不影响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放飞自己的大脑，想一想未来的核聚变辐射推进的恒星际航天器会长成一个什么样子。大家请看屏幕，屏幕上就是我设想的核聚变辐射推进的行星际航天器。这个航天器其实安装有2个反应堆，一个位于航天器的中后部，它的主要作用是为航天器提供电力供应及为推进航天器的核聚变反应堆提供电力保障。在屏幕右侧的就是航天器的第2个反应堆，
它也是航天器推进系统的关键。第二反应堆在第一反应堆提供的电力保障下，在巨大的辐射反射面的交点处启动核聚变反应。核聚变反应产生的辐射通过反射面反射，形成航天器向前的推力。在屏幕的左侧，航天器的前部是控制舱，在控制舱后有展开式的太阳能电池板。在长期的恒星旅行的时候，这些太阳能电池板会被收起来，而当进入某个恒星系内的时候，太阳能电池板就会打开，增加飞船上的电力供应。在第一电池板之后，就是具有人造重力功能的居住舱。居住舱不停地转动，利用转动形成的离心力来模拟重力，使人们在星际旅行的时候不会因为长期失重而导致身体上的不适。在居住舱的后面就是仪器、设备和各种货物。第一反应堆就位于设备和货物的后方，再往后就是反应堆所需要的核燃料的贮箱。这种方式使得反应堆尽量远离居住和工作的区域，降低辐射对人们的影响。由于整个航天器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分段制作，再发射到轨道上进行组装。这种航天器只能航行于太空，它是不会进入行星或卫星的大气层里，更不会到星球的表面进行着陆。这些工作都会由航天器携带的穿梭飞船来完成。不知道大家在看了这样的核辐射推进的航天器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和《三体》里的描写差别是不是还有点远？对了，说到这儿，我还要吐槽一下，刘慈欣在小说《三体》的第二部《黑暗森林》里那段水滴攻击太阳系舰队的描写，固然读起来精彩壮阔，但实际上很可能是不会发生的。核聚变需要上千万甚至上亿度的高温和极高的高压，而水滴的那种撞击的攻击方式会迅速破坏掉这种高温高压环境，使核聚变反应骤然停止，因此不太可能会产生剧烈的爆炸。这就和大使袭击三体组织聚会的时候用枪去打掉原子弹外围的爆炸物，却不会引发原子弹爆炸是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点上，大刘开始思路很清晰，后来却有点混乱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观看。不知道您看了这期节目之后，对这种推进方式有什么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说出您的想法。另外，也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